大家好，我阿傻，今天来分享一下 0.5 版的第4个流派武圣的闪电长矛。一直都挺想试试2代的长矛投射物技能，但又觉得想要常驻狂怒球实在有点麻烦。原本看到这次古灵的技能品质后，是打算去练一支不消耗球的爆炸长矛或是冰川之枪。结果玩上一支分身大地震级后，看到那拿球速度，突然觉得好像也不用去练古灵了，直接用武圣玩，那就不限定只能玩那2个技能了。因为玩法上与分身那支一样是靠友方拿球，所以要改的东西也不多。主要就是从暴击球换成狂怒球而已。技能部分我试了4个技能，除了前面提到的爆炸长矛与冰川之枪外，还有之前比较热门的闪电长矛以及风暴之枪。说实话，在没做任何特化的情况下，冰矛跟火矛还是比较全面的，既可以打王，清图也不差。不像电矛这2招，一个只能打王，一个只能刷图。但要玩冰火矛，我干脆去玩古灵就好了，实在没有特色，所以我还是一直拿着闪电长矛在做测试。风暴之枪那个刷图大片的直接就被我丢了。拿着电矛打了几场后，我发现在小房间打王时伤害会异常的高，甚至比冰矛还要快。观察了一下后，发现虽然电矛的第2段雷弹在没有连锁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打在同个目标上，但消耗狂怒球时会额外分裂成3个电矛，而这3个分裂出的电矛在撞到墙壁后，一样会生成第2段的雷弹，并且打回到目标身上。聪明的你此时应该已经想到了什么？没错，又是恐怖之柱。恐怖之柱可以一次性的生成10个冰晶在场上，只要让恐怖之柱生成在目标周遭，分裂出的电矛就有高几率击中冰晶，并且产生2段的雷弹，自此成为既可以刷图又可以打王的技能，彻底跟风暴之枪说再见。而在确定要用闪电长矛一招打天下后，就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连锁。以往电矛作为刷图的主力，基本上是能怎么连就怎么连，而现在作为同时要打王的技能，首先会额外减少伤害的连锁辅助就不考虑了。闪电技能在天赋上可以拿到加1连锁，拿了连锁后刷图确实会更爽一些，但相对的打王伤害也会变低。虽然多了连锁后，第1下的电矛雷弹应该可以打到同一个目标上，但这些雷弹高几率会把周围的恐怖之柱也全部破坏掉，导致后面分裂出的3个电矛没有办法在近处打出雷弹。所以要不要连锁就看个人了。如果能接受打王稍微慢一些的话，多了连锁刷图确实会更爽一些。我这边放的片段大部分都是没有连锁的，在有狂怒球的情况下，丢1次电矛就等于丢了4次，所以本身清图也不算差了。装备部分与上一支高度相似，主要会说说符文的选择。武器部分基底用艾古亚长矛，然后最好是找本身带爆率的来做，因为精髓的攻速会比爆率的还要强。我用攻速来做，纯粹是因为我这把以前点到的，然后摆了好久都卖不掉。不过有用到卡洛汉的决心的话，爆率也不会太缺，所以要用攻速的来做也没有问题。前追出攻击元素伤的话也可以，不过会建议搭火电点伤，像我这把破到冰伤的，那还是建议洗3点伤吧，毕竟冰伤是真的很低。如果觉得这支武器太贵的话，用神兽命死就可以了。其实单下伤害不会差到很多，主要是手感会有差异，毕竟攻速差蛮多的。还有就是因为电矛会把物都转电，神兽命死相当于一把纯电的武器，所以在维持3项的火伤上可能会比较难，可能要在中上串火焰筒调试试看能不能打出火能。符文部分武器与手头上都有额外获得能量球都可以用，但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，因为会断球通常就是2种情况，一是像我一样平常走路就在往前乱丢，没丢到怪的话就很容易断球；二则是走太快，召唤物跟不上，存在范围内没有友方就拿不到球。如果真的断球，要么拿菩萨弱者去敲一下钟，要么就不管，一样继续丢，反正等召唤物跟上后，随便打几下球就会满。副手部分一样用鸡爪，不过这边就一定需要2动的了。第一个一样插艾米尔拿共享能量球，第二个则是要放均衡保护符文，让魔力恢复套用到保护上，这样才可以支撑恐怖之柱的消耗。头盔榔头主要用消耗效率，因为魔回被降低了，所以主要是依靠拉维安家再回。有第2个洞的话，也可以考虑放远见符文来增加药剂恢复。我除了在鞋子上有放之外，圣华给的洞里也塞了2个高阶的鞋子，可以考虑找保护高一点的基底，这样 COC 的恐怖之柱会比较顺。手套上用了一个重运积累难拿击回，通常魔会打干都是打会不断升怪的机制，这种情况下一点的击回也会比远见符文给的药剂效果还要好。如果是拿神兽命使，攻速没这么快，不太缺魔的话，可以再自行调整。另外获得狂怒球的几率要记得找高一些的，上坠如果能瓦出加1狂怒球会更好。我瓦了5双的侧降时，不要说上坠了，全部都直接消失。卖场又不能直接看到拿球的几率，所以就先放弃了。衣服、腰带跟戒指都与上一部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项链用投射物技能等级，高价版本可以直接找带3项或者 COC 的虚无来做。想骑鸟的话也可以用，但我不太推荐，因为偶尔还要变龙来拿状态，要先下鸟才能放其他技能，会很麻烦。高阶的装备这边就不多介绍了，毕竟我除了武器以外，其他也都是随便做做就拿来用了。如果不用 COC 恐怖之柱的话，项链也可以考虑暮色半落。
使用午夜天顶来生成冰晶。不过因为电毛吃不到升级后的冰人技能等级，所以上限还是会比自制还要低。毒的部分分叉弩箭是测连锁才改的，大部分片段我都是涂狂暴熊来增加伤害，这部分没有比较必要的。其他推荐的还有野性之心来加闪避，或是泽洛克之阵增加一个稀有珠宝的插槽。而我目前用的分叉弩箭是60% 几率连锁一次，刷图是有爽那么一点，打完通常也卖不到1秒，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，所以测完就没有去改了。技能部分2种中我都算上了活跃闪电，去最大化友方的数量，还有算精确暴击是为了让 COC 的恐怖之柱更容易出现。因为充能调节有给额外爆率的关系，在长生处时爆率有40% 左右，实际上就能达到卡洛汉的50% 上限了。想要确认的话，可以到外面打怪，等身上有暴击球了再来做确认。CLC 的等级看智慧决定，越高越好。我一开始怕能力值不够，就用最低等的，后面一直忘记换。恐怖之柱的等级则是越低越好，因为冰晶很难撑到打一下也不会爆，所以用低等的来减少保护消耗。如果保护总量没有这么高的话，能量保留可以换成效率来减少消耗。觉得刷图时冰晶会分散伤害很麻烦的话，星空投影也可以不要串，打完时记得要贴着网就好。另外要记得串上激怒来获取3项的冰能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流派的技能栏位实在不太够，没有办法再放博士或是结光环。为了这2技能去拿额外技能栏位又有点不太划算。如果真的想要放结光环的话，可以考虑把压倒性的存在换掉。用电结刷图时可以帮我们把恐怖之柱炸掉，打完又不会影响到输出，算是还不错的选择。天赋部分与上一只差异也不大，主要是这边的+2狂怒球，还有几率不移除能量球。另外上面的目眩圈其实也不错，可以考虑把5点过来拿。想要拿+1连锁的话，在这边除了走过来以外，还可以考虑用异能魔力的宠物道友。除了连锁这3点以外，还有8% 的攻速可以拿。不过现在的珠宝是真的都很强，要浪费一个洞去放宠物道友还是挺伤的。真想拿连锁的话，可以考虑像我一样，涂油拿60% 就好。这次分享到这边，这季目前也玩得差不多了，有点懒得去组下一只了。如果还有继续刷的话，应该会找其中一个流派去继续提升。目前是比较偏向回去玩死锯碎击，毕竟那招是打瞻望最不会卡的了。如果真的有什么大改动的话，会再分享出来。我是阿傻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